有關於美伊戰事，帶觀眾朋友趕快來看到是中東真的變天了。這個時候，伊朗說呢可能會加入中東北約這個組織當中，代表瓦解了美軍在中東的霸權嗎？這是一件大事哦。等一下我們會來特別做關注。那麼阿曼現在也倒戈了哦，現在說呢阿曼加上伊朗會來共管荷姆茲海峽，等於把美國給完全的排除在外。另外就是伊朗的方面，它的軍武現在大升級哦，包括它的無人機見證者升級，軍火回血。這個時候，美國急找台階下。今天我們會有深度的剖析。好，趕快來看到中東最戲劇性的一幕，就是原本被外界是稱為中東北約的這個組織呢，現在又叫做麥加聯合防禦協議，竟然傳出是不是呢？接下來要把伊朗給拉進來耶？那麼伊朗確實也證實了，這是來自於伊朗的國會新聞機構負責人說的，德黑蘭確實有收到加入這個組織的邀請。那麼現在他們還在研擬當中。要知道，如果真的加入的話，代表整個中東地區的安全版圖是會重新洗牌的。尤其我們還記得嗎？在這個月的8月7號的時候，當時這3個國家才簽了麥加聯合防禦的協議，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這個概念是說，類似北約的第5條防禦條約，任何一個國家只要被攻擊，視同3國都會遭受攻擊。當時大家在解讀這個條約的時候，認為說是不是呢有一點點要制衡伊朗的意思？但是現在呢，最尷尬的是，好像也把這個伊朗給納入在中東北約當中，是不是反而把箭指向了美國跟以色列的這個味道呢？過去10年也代表說，美國跟以色列，甚至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建立的美軍的保護網，已經深受非常嚴重的打擊了。那麼最有意思的是，沙烏地跟伊朗的部分呢，在2023年當時不是恢復外交嗎？當時促成的是中國大陸在這邊一手促成的。現在呢，有了這個中東北約的概念的時候，大家也在看說，代表說北京在中東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大了，也代表美國的勢力越來越往被外面推了嗎？再來看到阿曼了，這個美國的影響力我們剛剛說在下滑嘛，川普前幾天才因為阿曼在美伊談判中的立場放話要炸爛阿曼，結果阿曼完全沒有在理這個川普的。我們看到革命衛隊最近呢跟阿曼已經針對荷姆茲的海峽的事情談妥了，未來就是這2個國家一起來共治在當地的管理權還有收益上面的分配，所以他們也擬定好了說接下來荷姆茲海峽的運行如何來做呢？一共是3點。第一個，商船要經過特定的航道來運行，部分區域會由伊朗跟阿曼來進行清雷哦。再來就是可能禁止軍事的船艦在這邊航行，看起來也是完全的軍事上把川普給排除在外。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中東北約？現在有傳出伊朗可能被納入，代表中東真的變天了嗎？也代表中東整個波灣海灣國家已經不再信任美國了嗎？這個框架背後是不是也是劍指以色列？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個變局很大而且已經在進行式了這個不得了我們都還留意到前段時間大陸才一直提出一個中東地區的安全新框架這個倡議這個觀念提出來，很多人都在想什麼叫做中東地區的安全新框架這個新的安全框架到底怎麼樣一回事，怎麼運轉，怎麼走？結果現在答案已經揭曉了，也就是由土耳其橫跨歐亞大陸，土耳其本身也是北約國家的成員國。那北約國家的成員國之一，土耳其也是北約國家所依賴的地缘政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土耳其，它現在跟以色列的關係是惡化的它過去跟伊朗的關係也是並不友善因為不同的派系，什葉派跟遜尼派之間的矛盾。那沙特阿拉伯不用說了，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間的關係，還有就是過去伊朗對於巴基斯坦也是並沒有說是友好的，也是有一個距離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伊朗在當中國大陸幫巴基斯坦蓋瓜達爾港的時候，伊朗引進的是印度來幫他蓋查爾港這樣的一個態度來做平衡，也就是伊朗拉印度巴基斯坦拉中國形成的一個平衡。可是你看現在這樣的一個結構整個被打掉了，也就是當中國成功的讓這個遜尼派的老大沙烏地阿拉伯跟什葉派的老大伊朗握手言和，
雙方恢復外交關係。而且在這一次的衝突中，我們看到沙特被伊朗打的是最小的，是有節制的，而且只打軍事設施，美國的軍事設施。這個對於沙特來講，看在眼內其實是蠻清楚的。那看得蠻清楚的，也就是說，事實上，伊朗有意繼續維持跟沙特的這個正常的關係，繼續在走，而他把重點是放在於這個阿聯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聯酋，放在卡達、放在科威特，這個跟美國站得比較接近的這些國家裡面，重點打這幾個國家，而輕輕的碰了一下這個沙特阿拉伯，就是說你不要讓美國使用你的軍事基地。好，那新框架形成，就是當遜尼派的這個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跟土耳其結成了麥加的聯合協議了以後，大家就開始思考會邀請哪一個國家，因為他們說我們的組織是開放的。很快的就傳出是埃及，現在中國大陸正要到埃及去進行國事訪問，埃及會加入的可能性很高，然後接着就傳出伊朗，伊朗在第一時間說我們還沒接到通知，現在伊朗已經證實說我們已經接到邀請了，那伊朗已經接到邀請，這個就是證明了一件事，就是這個新框架它本身並不是針對伊朗的，而當伊朗也納進來了以後，伊朗等於是間接的承諾，對於海灣國家遜尼派的不會有敵對的行為，不會有攻擊的行為了，這等於是間接的承諾。那也等於是告訴這個也門的胡塞組織跟也門政府，他們彼此之間這兩大國可能要開始進場來瞧他們彼此之間的問題了。也就是說，如果能夠順利的解決也門的政府跟也門胡塞組織，看是不是乾脆就分裂了，或者是各自成立彼此之間的地盤，或者是他們彼此之間不再打，因為這也要解決沙特阿拉伯跟這個也門胡塞組織之間的矛盾嘛。前段時間還在開火，那是不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要解決。還有可能會牽動的是什麼呢？印度跟這個巴基斯坦之間的問題了，也當然就牽動了印度跟伊朗的問題，因為這次印度整個撤資我覺得印度失去了巴基斯坦伊朗對他的信任，然後我個人認為未來也或許中國大陸進入伊朗，幫他把這個港口建立起來，跟瓜達爾港連成一片進入中國的喀什，這個可能性已經存在了，整個局勢在轉變。那當然，當埃及在進來的時候，中國大陸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那麼或許中國大陸就有籌碼來去勸以色列，這個必須要放下屠刀要立地成佛了。當他以色列人說我不會成佛，我們是猶太教但是問題就在於，我覺得放下屠刀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存在了。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的一個結構已經是非歐美人主導的結構，我覺得新的時代在產生，都有可能朝這個方向走。當然，歐美人不會放棄了，他們一定會極盡能力的去挑撥離間。那或許變數還會在。好，這個是我們看到最新中東局勢的大變局一旦真的伊朗加入了這個中東北約的話，等於是說，現在看起來包括了伊朗跟整個海灣國家裡面許多個國家變得更加的團結。那在背後，當然也代表是不是中國的勢力在這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那當然了，美國的勢力等於是被往外推，再加上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問題現在阿曼跟伊朗就自己談好，也沒有在甩美國的。可不可以說美國的中東盟友現在一個一個在倒戈？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整個麥加協議現在是3個國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跟巴基斯坦。但也有3個國家已經表達要加入，埃及、科威特，還有就是卡達。那另外呢，其實孟加拉據說也有興趣，遠在南亞的孟加拉。對。然後現在說，大概3天之前有一個消息報道出來，現在一直在等待確認，伊朗是不是也被邀請了？那當然一定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這邊的邀請。所以你看到，他剛開始有3個國家，然後呢擴張 member 成員，現在呢想要去邀請伊朗。所以我覺得有2個層面，第一個，它叫做就是整個去美化的安全避險。就整個中東地區，大家在去美化。過去
整個中東地區除了伊朗之外，全部都是美軍基地。當然，巴基斯坦沒有。所以，美軍基地在這一次的戰爭當中，其實第一個美國輸了2次，第二個所有的美軍基地大概都被打了幾遍，所以美國根本已經回不來他的基地重建，因為美國現在跟伊朗這個戰爭經濟制裁會持續的消耗，所以你根本無法重建的軍事基地的時候，你現在怎麼面對可能的以色列或者伊朗跟美國之間的這個衝突？你要有一個安全避險，所以他成立了這樣子一個麥加協議，這是一個防守性的軍事聯盟。它還有就是秘書處設在沙烏地阿拉伯，它還有彼此的軍事協調以及軍工產業的合作計劃，都已經到這種程度了。雖然時間短，但是呢，其實很有想法，所以有人把它叫中東北約。不過跟北約不同的是，它沒有域外國家在中東地區的駐軍，來必須保護這些國家，所以這是一個去美化的安全避險，但我覺得也是一個穆斯林的戰略自主。所以將來你看，北非的埃及、南亞的，就是巴基斯坦加上孟加拉，現在可能都會到這個裡面。那當然，伊朗進來，這代表另外一個階段。因為代表什麼階段呢？倒不是說他們是擔心說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之間可能還會再起戰爭，因為他們之間老早和解。那在過去這段戰爭過程當中，你看到伊朗他雖然有打這些海灣地區國家的軍事基地，但是我覺得相對克制，他沒有打海水淡化，他沒有打太多的能源設施哦，所以他打美軍的代表，他不是打這些國家的設施。因此呢，現在伊朗有機會進來，但是這裡面問題哦，各位，這是個防禦聯盟啊，那如果伊朗跟以色列再打起來怎麼辦？伊朗是不是要自我承諾說，我現在對以色列，除非他主動攻擊我，我不會攻擊他？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攻擊伊朗，再像前面幾年，你看他們不是經常交換飛彈跟無人機嗎？雖然隔了1000公里，那其他國家是不是跟着伊朗開始要對以色列還擊，或者是去防衛伊朗？這些問題都其實是馬上會碰到的。換言之哦，他們覺得可能接下來以色列當內塔尼亞胡下台之後啊，這個以色列的政府可能會了解到，你再像以前這麼做，可能對你自己的國家會有很大的挫傷。而他們的團結起來，也等於是警告以色列，你不可以再飛個1000公里再去打伊朗。因為我們已經受夠了。但也告訴伊朗，除非你被攻擊，否則的話，你對於以色列的攻擊其實也真的不必要。所以類似像這樣，可能接下來都會是一個問題。但是呢，我覺得他們的想法比當初我們只是看到簡單的3國的麥加協議啊，顯然是具有更大的戰略。對，好，從麥加協議升級到中東北約哦，顯然已經對川普構成非常大的一個威脅。不過這個威脅可能是事後美國要面對的。美國現在要直接面對的是來自於伊朗的軍事威脅，這個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們看到呢，美國跟伊朗之間現在暫時的停戰，但是呢，伊朗已經快速的恢復它的軍事能力了，而且它的受損的這些武器系統很多呢都已經重建的差不多了，一部分是歸功於來自於伊朗的國防工業，另外一部分現在說是海外取得的這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零件啊、升級等等。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最新報道說，很多的無人機伊朗都是使用中國大陸的零組件，包括了引擎、伺服器馬達，還有呢這個陀螺儀跟這個電子元件，讓伊朗的廉價武器變得越來越強，也就是讓伊朗今天能夠跟美國打這場不對稱的作戰，也就是我們看到伊朗它的無人機一台可能只要價2萬美元左右，但是美軍的攔截彈現在是要上百萬美元的。那美軍現在也因為呢在中東這邊用了非常多的這個軍事的支出還有這些彈藥，所以呢現在看到在印太地區就很緊張了，包括了印太的五角大廈的官員，還有呢亞洲國家台灣、日本、南韓都很焦慮甚至出現愛國者3，接下來會有重大的交付延誤。日本的巡弋飛彈的這個軍售也可能會延後才拿到。川普這個時候怎麼辦呢？他也無可奈何，所以只好發 AI 圖片了。我們來看到 CG 上面這一張，他發的一張 AI 圖片，宣稱伊朗戰士，大家又說了任務完成，然後他現在要開始把撤離的外交人員送回伊朗，被解讀說是不是美國他也認為說先不要打了，所以把他們的人員先送回到中東地區，等於是有點認輸的意味嘛？將軍怎麼看？試問一下，川普跟這個伊朗這場戰爭，
他的哪一樣任務完成了？這個是推翻了這個伊朗的神教政權嗎？對，沒有推翻嘛，哈，是限制了伊朗的核武發展嗎？奪取了伊朗的濃縮鈾嗎？開放了核姆茲海峽嗎？我們看好像沒有一樣任務完成啊，所以這個川普莫名其妙去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仗，到現在灰頭土臉的哈。他現在很明顯的，他現在講的任務完成。就我們這個軍役來講，是要準備做轉進作戰哈，用白話文來講的話，叫做準備抽腿跑人、繞跑掉哈，然後置中東與盟友於不顧。但你說中東這些盟友，還波灣這些國家看不出來？當然看得出來啊！所以他們現在在搞什麼麥加聯合協議啊，甚至把伊朗邀請進來，就是看出來你川普落跑了嘛。但是我們特別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哈，打仗不是請客吃飯。不是說你要打你就去打哈，不是說你要跑你就可以跑。你認為美軍現在跑得掉嗎？我跟各位講，跑不掉的。因為就我們軍人來講的話，如果說你要退，對不對？你要轉進作戰，不管是你主動脫離、被動脫離，你採取何種方式，我跟你講，我一定發起追擊。現在伊朗不是在發起追擊嗎？你看他，當然追擊的手段哈，不限於只是軍事。包括方方面面，他都發起追擊。那如果說是美軍真的是任務完成，那為什麼你還要宣布一個所謂經濟制裁？這個諾曼底登陸D-Day的經濟制裁的方案，可見你軍事上面沒轍嘛。但現在很嚴重一件事情，伊朗來講的話，可以說整個波斯灣地區，那這是證明了它的火力、它的導彈、它的無人機都可以打到這些地方。所以我們這次看到所謂麥加聯合防禦把伊朗拉進來，是不是大家認為美國提供不了我安全的保護，我變成自己要保護我自己？那美國來講要思考的是，他的軍隊還能不能夠駐紮在波斯灣？因為這些基地都被打爛，而且都在伊朗的攻擊範圍之內。所以現在五角大廈有一種說法說他們是不是準備將他們基地就不再蓋了直接往西邊撤到約旦或者以色列這邊這一線避開不要在伊朗的火力攻擊範圍。所以我覺得這次美國莫名其妙打這場仗那現在來講的話，自己也不曉得怎麼善後，包括川普也不知道怎麼善後，他只能用一句話：任務完成來唾面自乾。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